童志伟被禁言了。这童志伟是谁呢？他是中国宪法研究会的副会长，是法学界的一个大牛，也是中国研究宪法领域内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他为什么会被禁言呢？是因为前天，也就是我看今天几号，5月8号，5月8号那天，他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针对上海2个防疫措施，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意见书。哪2个防疫措施呢？一个是上海市规定全楼如果有1个人感染，整个楼的这个居民呢，全部要转运送到方舱医院去隔离。这个措施是5月5号发布的，应该说在上海市的很多小区都引起了恐慌。那么这个童志伟教授在写的这个法律意见书里头就说，他说这个措施是胡闹。为什么呢？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政府这么做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因为看似就上海市这个措施，在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呢，曾经有一条规定，就是说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发布的这个决定，那么政府呢有权要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你拒不执行这样的决定的话，政府有权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拘留什么之类的。所有的这些其实各个地的防疫措施基本上都是依照这一条法律在实行强制管理。但是童志伟教授指出，他说这一条法律规定并不能成为在防疫期间政府强制普通居民去方舱医院隔离的这个法律依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规定里头讲的是在紧急状态下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的这个决定。但问题是，上海市现在并不是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并不是说某一个政府部门说我们现在紧急了就可以依据这个法律进行采取强制措施。那么按照我们国家宪法的规定，紧急状态只有2个部门有权可以宣布。第一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他有权在全国范围内宣布某一个领域或者全国范围实行紧急状态。第二，国务院依据有关规定，可以在全国某个地方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以外，全国任何其他部门都没有权利宣布紧急状态。也就是说，这一项紧急状态颁布的这个权利是属于国家层面的，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权宣布所谓的紧急状态。那么上海市从疫情发展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宣布过紧急状态，也没有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宣布过紧急状态。所以他依据这句法律，依据这一条，对普通的居民，那些没有这个得新冠病的这个普通居民，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这条理由根本不成立。紧接着他又说了，那么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可不可以呢？他说也不行，因为传染病防治法里头说的甲类传染病中间采取的强制措施，指的是病人和疑似病人。也就是说，你病人，人民政府当然有权把你有权把你送到一个强制的地方，把你有权强制送你到一个地方进行隔离治疗，出于公共利益嘛。有些呢虽然不能确诊，但是疑似病例也可以。但是传染病防治法里从来没有规定对普通的居民，比如说密接的，甚至连密接都没有的普通居民，采取强制措施进行隔离的法律授权。所以童志伟教授说这个规定，依据这个规定，对普通的居民、密接的、没有直接感染的或者疑似感染的居民采取强制措施，让他们去方舱医院隔离，本身就是非法的。所以他呼吁上海市的公共机关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政府这种强制居民到方舱医院隔离的这种做法。而且他也讲到了，如果居民面对政府部门要求你去强制隔离的时候，你有权要求政府部门出示正式的决定。而且他认为，一旦你要是被送到方舱医院进行隔离了，你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没有得过新冠，也没有疑似的这个新冠的时候，你还有权对人民政府发起诉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上海市虹口区就宣布让某些居民把自己家里的钥匙交出来，交给政府，然后你离开家，政府进你家里头进行消杀。童志伟教授在他的法律意见书里也说，这一条也是胡闹。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授权我们人民政府可以让居民交出钥匙，离开自己的家，进到自己的房间里进行消杀。我们国家的宪法第39条明确规定，居民的住宅是受法律保护的，知道吧？任何其他人没有权利随便闯入居民的住宅，也不能侵入居民的住宅。那么如果你侵入居民的住宅的话，就构成了侵入住宅的这种犯罪行为。那么虹口区冯口区要求居民交出自己的钥匙，然后派防疫人员进到家里去消杀，本身就构成了非法侵入行为，这是严重的违法。那么他这两条法律意见书出来之后应该说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就2年以来其实全国各地的防疫措施在不断的突破法律授权，然后不断的践踏普通公民权利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此起彼伏。这一点其实我感受特别强烈。大家可能还记得身份证管理条例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对公民出示身份证这个行为其实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哪几种情况下哪些机关可以要求公民出示身份证，那是有明确规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我们公民的信息随便被其他的政府机关甚至其他机关收集去。但是你现在如果在防疫期间去看看国内的情况，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要求你出示身份证那么身份证管理条例中间那些保护公民权利的那些条款全都失效了。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类似于上海这种情况，公民的自由，甚至公民的财产，甚至公民的住宅，法律明确保护的权利都已经面临其实随时被践踏的这种地步，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估计其实童志伟教授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忍无可忍才写了这个法律意见书。而且他这个法律意见书呢不是他一个人写的，他在这个文章最后呢写到了，他说他这个法律意见书背后呢有20多个法学教授给他提供了法律意见，其中复旦大学的一位姓桑的这个法律教授呢还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说这是凝聚了我们国家这个许多法学界这个一个共识。他们这个共识就是上海市现在的防疫措施采取的很多践踏公民自由、践踏公民权利的措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在乱搞，是在践踏法律。但是这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就被删除了。那么当时新浪微博也有很多人替童志伟教授呢鸣不平，紧接着呢童志伟教授呢又被禁言了。这件事情我想起来说是有点荒诞。为什么呢？因为童志伟教授是一个研究宪法的专家，他写的这个法律意见书也是依据咱们国家现有的法律去表达了自己对防疫措施的这个一个看法，依据的条款都是我们国家的宪法，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但是呢这篇文章就被删除了。我概括这件事情就是说宪法寻衅滋事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宪法本身条款寻衅滋事了，可笑吗？确实是有点可笑但是这个新闻之后，我也想一个更大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说其实像童志伟教授这批法学家在我们中国大陆，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努力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希望把我们中国重新按照一个宪法框架下组建一个新的国家治理形态。简单概括起来他们被称之为立宪主义。什么叫立宪主义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政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嘛，对吧？那么这个政权本身不是通过一个宪法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用暴力的手段夺取的政权，就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革命的政权。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这个体制也慢慢的在进行改革嘛。那么从法学角度来讲，就希望把我们国家在法律上、在制度上呢，从一个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从一个革命的政权转化为一个宪政的政权。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缓慢的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的40年应该说是在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
那么这些所谓的立宪派的学者呢，也不断的在写文章、写书，希望能够推动这个过程。那么具体来讲，比如说他们就讲，党要怎么改？你要把自己改成在宪政体制下、宪法体系下的执政党。那么呢，全国人大呢，你要改成，首先它是一个代议制的机构，对吧？其次呢，这政府的预算管理，这个要严格的按照全国人大的方式来进行。其次，你比如说刑法呢，过去我们只提刑法是打击犯罪，那么后来呢，一次一次的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呢，就把打击犯罪和维护人权这两个目标共同写进了刑事诉讼法。那么也把西方的那些刑法中间的理念，比如说非法证据排除啊，比如说避免双重危机啊，这样的司法理念也逐渐的引入到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去。比如说我们重新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物权法，比如说我们重新建立起来自己的民法典。应该说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我们国家的法律呢，应该说的确是在缓慢的向着一个法治甚至一个宪政的方向在发展。那么这个概括起来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立法主义立宪主义啊，那就是说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你政府做的所有的行为，你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授权你才能干，这是宪政主义的核心，也是立法主义的核心。那么从公民角度来讲呢，又是恰恰相反的，就是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那么普通的公民想做就可以做，而且不受法律干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点慢慢的贯彻到我们的法律体系里面去，那么我们国家就的确有可能从一个革命性的政权慢慢过渡到一个宪政的政权，对吧？那么过去的，我就刚才讲了，过去的30年，应该说政府跟民间的法律这个体系下，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有一些共同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政府要推广市场经济，那么你市场经济的发展，你就得有物权法，你就得有民法典，对吧？然后你社会治理越来越复杂，你刑事诉讼法也要改革。所以过去的几十年应该来说是官民双方有一些共同利益在推动着这个社会在朝一个法治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次疫情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那也就是说，我们过去40年积累的法律体系下对公民权利点点滴滴的增长的保护措施，在这次疫情中间完全溃败了。就比如说上海，应该说我们是过去上海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天花板，但是现在呢，是吧？一个人感染，全楼要转运，法律依据呢没有，但是呢就强制执行。然后要求公民交出自己的钥匙，离开自己的家，政府部门的人可以随便进入这个家里面进行消杀，是吧？也是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如果这些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的在中国各处去搞的话，那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积累的40年来的在法律方面积累的成果就付之东流了。那么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担心，自然而然的就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立宪主义在中国还有前途吗？也就是说，中国通过缓慢的改良式的点点滴滴式的推动的改革，把中国未来变成一个法治化的国家，甚至是宪政化的国家，还有可能吗？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童志伟教授他内心有没有答案。